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是韩国的网剧《奇迹》。诗妍觉得老天很不公平，她想成为歌手，但却因为太胖，她只能躲在直播间里唱歌。而她的妹妹诗雅，五音不全，却遗传了母亲的美貌，轻轻松松成为了女团的人气爱豆。妹妹嫌弃诗妍太胖，她从不叫诗妍姐姐，更耻于向外界公开诗妍的样子。记者到家里采访，妹妹会要求诗妍躲起来，对记者谎称她在海外留学。诗妍对妹妹十分不满。그럼 자랑스러워야 돼? 诗妍在学校也是被嘲笑的对象。1年前，她鼓起勇气给暗恋多年的韩乔熙写了情书，但韩乔熙却问她是不是来偷礼物的。喜欢韩乔熙的女生惠静在众人面前读了她的情书，诗妍自此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。诗妍曾想过改变，她努力减肥，但却因为是易胖体质，无论怎样努力都没能瘦下来。诗妍打算当缩头乌龟，一辈子躲在家里，但改变她命运的事情却发生了。诗妍救了一位神秘的女人，女人送给她一条许愿项链。诗妍根本没当真，但在许愿后，她却和妹妹互换了身体。诗妍如愿变成了妹妹，但妹妹却无法接受诗妍肥胖的身体。妹妹带诗妍尝试了很多方法想换回身体，但最终都失败了。最后，诗妍带妹妹到神秘女人的店铺求助，但发现店铺将关门1个月。诗雅无计可施，被迫接受了现实。她要求诗妍1个月后必须和她换回身体。诗妍代替妹妹成为了艺人，她被粉丝追捧，被化妆师夸漂亮，但诗妍却仍然自卑地认为自己是不起眼的胖女孩。在回归演出彩排时，诗妍不敢在舞台上展示自己，队友对她嗤之以鼻，海星也更加看不起她。海星曾是诗雅暗恋的人，他是人气很高的实力派歌手。海星曾被公司强迫和诗雅拍摄广告，因为对公司不满，海星和诗雅发生了冲突。 노래도 못하는 게 가수까지 한다고 덤벼들어 팀에서 얼굴 마담이나 하고 있지 말고 욕심 부리지 말고 할 수 있는 거나 잘해. 诗雅被海星侮辱，又因为她的巨眼丢掉了广告。诗雅对海星一直耿耿于怀。诗妍在彩排结束后被队友们拦住，他们劝她退团，警告她不要再拖大家的后腿。诗妍很委屈，她躲在卫生间默默祈祷正式演出时不要出错。诗妍整理好心情后，接到了妹妹的电话。妹妹虽然嘴上嫌弃她，但看到她脸上有哭过的痕迹，还是出主意鼓励她。诗妍很感激妹妹，她把手机上的备注改掉了。演出前，诗妍遇见了她的偶像海星。诗妍一脸崇拜，但海星却对她视而不见。诗妍因为妹妹的鼓励，在舞台上没有再紧张，她随机应变帮队友救场，但却忘记了妹妹的忠告，展现了自己的真实唱功。所有人都很意外，因为诗雅是公认的音痴。海星听到她的歌声，对她的看法改变了。诗妍顺利完成了演出，观看直播的诗雅也对她表示了肯定。诗妍走下舞台时不小心绊倒，准备上台的海星接住了她。 괜찮아? 네. 诗雅因为傲慢无礼，在队里一直被孤立。雅拉虽然看不惯她，但还是感谢她今天的救场。诗雅发现姐姐因为唱得太好上了热搜，为了换回身体后不被骂，她警告诗妍不许再好好唱歌。诗妍同意了，但她却收到了海星约她合唱的短信。诗雅为了一雪前耻，改变主意，让诗妍好好表现。她解释换回身体后，再以声带出问题蒙混过去。海星约诗妍在公司天台见面，他为拍摄广告的事和诗妍道歉。他们聊到音乐，发现彼此兴趣相投。海星激动地把诗妍拉入了怀里。公司原本计划让海星同雅拉合唱，雅拉知道自己被诗妍代替，十分不满。海星的经纪人也因为对诗妍的唱功不放心，劝海星和雅拉合唱，但海星却坚持和诗妍合作。海星意识到自己喜欢上诗妍，他约诗妍在天台见面。 네가 좋아. 좋아졌어. 건시야 난리 날 텐데 안 되는데. 나도
네가 좋아. 그럼 우리 오늘부터다. 诗妍知道不能恋爱，但她还是答应了。她以为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被发现，但雅拉却拍下了他们的照片。另一边，诗雅代替诗妍上学，在校门口，她被韩乔熙和慧静羞辱了一番。诗雅因为姐姐提醒过不要和人发生冲突，她忍了下来。之后，诗雅从姐姐的日记里知道她被韩乔熙拒绝的事，所以当韩乔熙和慧静再次找她麻烦时，诗雅没有再忍耐。 까불지 마. 조용히 학교 다니고 싶으니까. 그리고 너 나한테 말 걸지 마. 못생긴 주제야. 排练结束后，诗妍在录音棚和海星约会，海星送她回家，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。诗妍在院子里撞见妹妹，她隐瞒了和海星恋爱的事，诗雅也没有告诉她学校发生的事。之后的半个月，诗妍一边工作一边偷偷和海星恋爱，海星也决定为她创作一首合唱的歌曲。诗雅从姐姐的日记里知道她曾参加过选秀，但却被工作人员嫌弃太胖，又被参加选秀的慧静嘲笑，所以最后落荒而逃了。诗雅终于理解了姐姐的痛苦，她故意嘲笑慧静跳得不好，在慧静的挑衅下，诗雅在班里跳起自己最擅长的舞蹈。大家都意识到诗雅跳得比慧静好，慧静很难堪，一旁的韩乔熙却看呆了。诗雅虽然帮姐姐出了气，但诗妍却因为她偷看了日记和她吵起来。诗妍和妹妹决裂，她决定不再内疚，要用剩下的半个月和海星好好谈一场恋爱。海星一反常态，主动和诗妍重新拍摄了之前拒拍的广告。诗妍也意外得知海星一直关注她的直播间，并且在等她回归。诗妍觉得他们是命中注定，但她却没有勇气告诉海星她真实的样子。诗妍计划换回身体后继续直播，但妹妹却不小心把她的样子曝光了。直播间里都是谩骂的留言，海星看到后也很震惊。诗妍哭着许愿，希望一切没有发生过。当她醒来后，奇迹真的出现了。直播间的留言变成了等她回来，妹妹也忘记了昨天的事。诗妍因此发现项链可以帮她实现愿望。海星在新歌直播时出了事故，诗妍用项链让时间倒转，海星顺利完成直播，但现场却有人意外受伤。诗妍这才发现许愿的代价是有人会受到伤害。海星的新歌被曝抄袭，诗妍很担心，她发了很多信息都没得到回复。诗妍决定去找海星，但雅拉却拦住她。雅拉怕曝光他们的恋情影响女团发展，所以她只把诗妍和海星的事告诉了公司，让公司限制他们恋爱。诗妍苦苦哀求，雅拉第一次见诗妍示弱，她想到曾被诗妍帮过，最后告诉了诗妍海星在录音棚。诗妍找到海星，海星的状态很差。海星告诉诗妍，他曾信誓旦旦和经纪人保证没有抄袭，但整理 CD 时却发现听过抄袭的歌曲。他很自责，想放弃音乐，但诗妍却安慰他。 누구나 실수는 해. 너 자신까지 속여버린 실수는 어쩔 수 없는 거잖아. 시아야. 海星在诗妍的鼓励下，和诗妍一起录制了他为诗妍创作的歌。而这一天，也是诗妍答应和妹妹换回身体的日子。诗雅满怀期待地和诗妍来到店里，但诗妍因为担心海星，她偷偷许愿，希望再多些时间陪海星度过难关。诗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继续用诗妍的身体生活。在学校里，曾经簇拥在慧静身边的女生，主动请诗雅教他们跳舞。韩乔熙也向她示好。诗雅面对无法控制的食欲，更加理解了姐姐的无奈。而诗妍为了保持身材吃得很少，她也知道了妹妹的不容易。海星在诗妍的鼓励下召开记者会，承认了错误，但他们的恋情却被曝光了。海星不想连累诗妍，他决定否认恋情。诗妍同意他的决定，在他准备离开时，诗雅却在看过新闻后找了过来。诗妍和妹妹打了起来，海星以为诗雅是奇怪的粉丝，为了保护诗妍，他推开了诗雅。诗妍看到倒在地上的妹妹，她意识到海星喜欢的只是妹妹的样子。诗妍羡慕妹妹，
但他知道这样的生活不属于他，他决定做回自己。诗妍找到妹妹和解，他们回忆起小时候，在聊天中，他们找回了曾经亲密无间的感觉。 반혜성은 네가 뭐가 좋대냐? 너니까. 내가 나였을 때 반혜성이 나한테 개구력을 줬거든. 네가 좋은 거야. 내 진짜 모습을 보면 도망갈걸? 너도 널 안 좋아하는데 누가 널 좋아하냐? 在和妹妹约定换回身体后，诗妍找到了海星。海星决定重回舞台，他想在演唱会上和诗妍合唱他们的歌，同时公布他们的恋情。 나 한 번만 안아줄래? 우리가 반혜성과 권시아가 아니었더라도 서로를 알아볼 수 있었을까? 당연하지. 미안해, 혜성아. 안녕. 诗妍许愿和妹妹换回身体，同时祈祷付出代价受伤的人是他。但第二天醒来，他们的身体却没有换回来。诗妍和妹妹只能继续过着对方的生活。就在他们慢慢习惯了彼此的身体时，一场车祸发生了。诗妍再次醒来时，发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她再次见到了神秘女人，并且知道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 쌍둥이들 중에서 먼저 태어난 아이를 가디언이라고 부른단다. 시연이는 또 한 번 시아한테 멋진 가디언이 돼줬네. 诗雅换回身体后，和海星提出了分手。她退出了女团，打算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。诗雅和雅拉正式告别，她没有告诉雅拉，当初加入是为了帮助他们出道。诗妍也回到平静的生活。韩乔熙找到她，为曾经的事道歉。他提出想和诗妍做朋友。诗妍心里只有海星，她拒绝了韩乔熙。 혜성아, 나 잘했지? 诗妍重新开始直播，她想以这样的方式陪伴海星。诗妍不再逃避生活，她决定考上大学，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诗雅为她报名了音乐秀，诗妍来到现场才知道，海星在选拔演唱会上一起合唱的人。诗妍第一次以自己真实的样子站到了海星面前。诗妍虽然最终没有告诉海星她的身份，但海星还是通过她的声音找到了她。 찾았다. 想要订阅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。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